早啊，先生。早。吃碗馄饨。谢谢。冯先生，小玉，冯先生，这是给您的花，真好看，也不知道是哪位少爷送来的。一定是上次生日宴上，冯先生被哪位男士所倾心了，能送这么贵的玫瑰花，一看就不是什么一般的人士。小玉，我对花粉过敏，劳烦你帮我把它拿走吧。哦。也不知道是谁不识抬举啊，来招惹我们家先生。一个不重要的人罢了。孟旭安，这名字听着耳熟啊。竟然是他。冯先生都说了花粉过敏，把花扔了。是。谢谢小鱼。大哥今天要出门吗？后天中戏女塾就考试了，你能不能开车带我们和冯先生一起去看看考场？我等等要和云池去陪桥本家看房，你们若没事的话，就跟着我们一起去。等看完房，顺道看看考场。那赶快吃，吃好了一道去。你们先吃吧，我等你们。想好回去怎么跟荣定坤开口了吗？我要真走，荣定坤就算不杀了我，也会毁了我。至少我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。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上海一座城，我们家要在广州开第2家银行了。跟着我，我会保护你。我去度假干嘛？当你养的小白脸吗？你爹无非再给我一个乡里做，我在荣家这么多年，他怎么可能会信任我？又谈何重用？那你想如何呀？跟荣家上解除婚约，跟我结婚。我若成了杜家的女婿，你爹自然会信任我。说的轻巧，我跟任家胜说好听了是一场婚约，说难听点就是一场交易。一旦解除婚约，荣杜2家签订的各种协议都要作废。我辛辛苦苦做了20年的孝女，到头来为了一个男人惹我爹生气，我图什么呀？再说了，要是真的解除婚约，我们家还得倒赔一笔钱。你真想让我坐实赔钱货这个名声吗？那我们现在谈论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有信心把荣家上架空吗？不好说。荣家上虽然刚刚接手商行的生意，是个新手，但是他非常聪明，又肯吃苦，没那么好忽悠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他当初是想从军的，
是荣定坤死活不同意，硬拉着他回来接手家业的。从军报国，这么高的理想，荣伯父居然不理解。那我这个做妻子的，自然要支持他去追求理想了。至于家业嘛，不是有你这个能干的二掌柜吗？荣定坤是个老狐狸，是否让我当上二掌柜，还另说呢。怕什么？荣家的家业迟早会落到荣家上手里。你呢，就耐心地培养自己的事业。等你羽翼丰满了，荣伯父和我爹都老得不管事了，我就跟人家上离婚。到时候，荣杜两家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？唉，好了，不想了。既然想不出更好的法子，那就过一天算一天吧。方画今天可真好看，先生，你这样看着我怪难为情的。待会儿武少爷看到你啊，肯定眼睛都看直了。就是，先生。方画妹妹漂亮的跟换了个人似的，这是换了一家新的美容沙龙吗？这沙龙叫什么？告诉我，我介绍给我家妹妹嫂子们。云池哥，你这样就过分了呀！要夸我们方画好看呢，就大大方方的夸，夸什么美发沙龙？我们方画又不是广告模特。好好好，我的错我的错。今天妹妹好看的，我都说胡话了。先生是要和两位小姐出门吗？对，后天我们中戏女书就考试了，大哥让我们和你们一起去，正好看一下考场。家上，今日劳烦你了。哎，师之，阿少，你怎么来了？父亲也让我一同去看房，你不会介意我一起吧？怎么会介意呢？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啊，是吧，大哥？桥本小姐来看自家房子，合情合理，何谈介意？这边请吧。这桥本小姐对你还真是情深意重啊。我觉得她比兰心姐好。别乱说话。这说起家事，桥本家可能更胜一筹。唉，真该早点让你们见面，也许这样大哥就不用。都说了别乱说话，你们当我是什么呀？谁好我就卖给谁。米之哥，我也想坐你的车。好，去吧。唉，行，看起来你这两位妹妹好像更喜欢桥本小姐。这论笼络人的手段，她比杜兰心可更高一筹。阿尚，我们是不是该出发了？来了。请。昨晚没睡好，开车太累了，你开吧。哎。没事吧？
麻烦开慢点，我有点晕车。好的，桥本小姐。阿少，你当初描绘了那么多上海的景色，还说要带我来看，现在果然兑现了。我当时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，10来岁就离开了家，上海的事情早就不太记得了。那个星梦的给你送花，你不太高兴？我哪有不高兴？怎么会有女人不喜欢鲜花呢？那就糟了。我刚和家里说，以后那个姓孟的送花我们一概不收。要不待会儿回去，我再给管事的说一声。你是东家少爷，自然要听你的吩咐。你想我收我就收，你不想我收，我也不缺那一束花。孟轩这个人太复杂，他不安好心，你少跟他接触的好。要是你真的喜欢花，我每天都可以送给你，怎么样？还是敲了门挂在门上吗？大少爷送花，似乎只有这一招呢。你说孟先生不安好心，我有什么可值得他图的？图色啊！图色啊！图色是不安好心的话，那大少爷对我也不安好心啊。阿尚和冯小姐在聊什么开心的事啊？也说了让我听听啊。我们在聊杜小姐呢，加上她想讨未婚妻开心，想送她一件很特别的礼物，所以来跟我征求一下意见。啊，阿尚就是这样的人，只要他想对一个女人好，真的是会把对方给宠坏。乔贝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别动。怎么了？头发缠在衣服扣上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大少爷，我们到了。谁让你来这里的？这是哪儿啊？阿尚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文春里啊，老爷一大早就安排好了行程，我也是按老爷吩咐办的。废什么话，赶紧把车开走。那这里不看了？既然来了，总要看一眼再走。再说了，桥本小姐不是还要看房吗？原来是大少爷驾到了，难怪这天立马就放晴了。只是眼下这工地四处乱糟糟的，怕是招待不好诸位贵客呀。原来这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啊！这样，那我先带诸位少爷小姐们四处参观一下吧。我们这儿地理位置特别好，这外围呢做的是大商铺，那圈啊都是独栋的小洋楼。我就想看看独栋的小洋楼。这位小姐果然眼光独到。我们这儿啊正好东南角有一栋独栋小洋楼，是专门请洋人设计师设计的，那叫一个空间大，视野广。不错，带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大少爷，您请吧。走吧。
你要是不舒服的话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这片地是你们家的？人家便宜转手，我们家就买下来了。等到时候那个码头变成私有港的时候，这里应该会挺旺的。火都烧得通了天，能不旺吗？哎呀，您瞧瞧，您瞧瞧，瞧瞧这足金的色泽，哎，再看这花纹，您看这鬃毛啊，纤毫毕现。哎，荣大少爷，您看这底上的印面，再看这刻字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还如此的清晰。哎呀，我呀一看报纸就知道这是您要找的东西。实不相瞒，这是我8年前在广东一位富商那里用碧玉换来的，一直是视如珍宝，舍不得出手。可如今荣家出价如此阔绰，我实在是动心。又听说是您早些年遗失之物，如今让它完璧归赵，物归原主，也算我积德积福了。你要多少啊？花旗银行就在对面，我可以取现金给你。哎呀，我怎么敢在荣大少爷面前开价呢？啊？诚心买卖，一口价2万块，你看如何？才2万块，我给你开个价吧。您说，也是个2，20，如何？荣大少爷，您这是在消遣我吗？这20块还是买你那个沉香木盒子。朱老九，有女士在场，糙话我就不说了。就你这个镀金铁疙瘩，拿去镇纸嫌轻了，压泡菜嫌朽了，就这破玩意儿，你卖我2万块，撑死你！高，实在是高。荣大少爷果然是识货之人，也怪老朽考虑不周。您别急，我这就带您看正品，请。来吧。二位请，请。哎呀，荣大少爷，您这回呢可要看仔细了。这回应该是足金的，不是那种黄皮货。哎呦，荣大少爷，您这话说的，哎呀，自从鸦片战争之后，我虽是一介商人，可是心怀报国之志，虽不能上阵驱逐敌寇，可是骗他们一点钱总是可以的吧？你说对吗，姑娘？别嘚瑟了。说老实话，这个也不是真的。朱掌柜，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能不能老实点？荣少爷，您稍等，我还有一个。还有？别拿了，感情你拿我替你鉴宝呢。我跟你把话说明白吧。哎，我爹在卖掉金麒麟之前，为了辨认，在上面动了手脚。哦，
他搓掉了金麒麟的一根鬃毛。哎呦，我说是哪个孙？哎，人干的呢，原来是荣老板的手笔。荣大少爷，您早说这金麒麟动了手脚，不就是了吗？这论瓷器，当属北平琉璃厂的黄二爷，可这论金属器，朱九爷敢称第二，就没人敢称第一。哦，荣大少爷您过奖了。哎呀，今非昔比呀，如今我也是龟缩在弹丸之地，朝不保夕，再也不是什么爷了。您呐，还是叫我老九吧。九爷，哎，您拿来这第二个，明显是照着我爹那个仿的。说实话，正品到底在哪儿？荣大少爷今天没有带手下，就带了这么漂亮的一位小姐，咱承您这个理儿。跟您说句实话，这金麒麟确实是按照正品仿制的，可那是18年前的事儿了。但是这正品从来没有经过我的手。当时持有金麒麟的是南阳的一位富商，姓阮。可是这活我做完之后，人家花高价就买走了。再后来的事情呢，我可就真的不知道了呀。朱掌柜，别演了，好好说。实不相瞒，这姓阮的商人从上海到广州的船上遭了劫，这金麒麟被一个叫罗五手的贼头窃了去，后来运到了广州，在广州，这金麒麟被仿制出来了几个，赝品散落了出来，可是这正品一直在罗五手的手上。后来，罗五手的独生爱女出嫁，把这金麒麟当作压箱的宝贝陪嫁了出去，可谁曾想他这女婿生了二心，来了个偷梁换柱，把这正品高价卖给了日本人。这日本人在东三省开园子，面上是生意人，实则是军阀的亲信。此人名叫桥本正三，如今全家从东北迁到了上海，在社交圈颇有名气。兴许荣大少爷您也认识。这1000的支票，劳烦你跟桥本带个话，就说有人要收他的金麒麟。荣大少爷，您有所不知，这桥本有一个嫡出的儿子，从小孱弱多病，可是自从有了这金麒麟之后，他儿子的病就好了。这桥本视金麒麟为他儿子的保命符，视如珍宝的收藏着，断然是不会出手的。我自然是想赚荣大少爷的钱，可是这事儿办不成，咱也没脸伸着手。难道就没有丝毫的办法能打动他吗？哎呀，这桥本出身名门贵族，有权有势有钱，妻妾成群，儿女双全，人家啥都不缺。啊，我也知道荣大少爷寻宝心切，可是这件事儿，我也是束手无策呀。这样吧，这1000块的支票就瞒你闭嘴，顺带给我一个伪造的金麒麟，把活干好了，别糊弄我。哎呦，荣大少爷，您就是把我的脑袋给崩了！再借我一个胆，我也不敢忽悠大少爷您是吧？
哎呀，前阵子听说荣大少爷在市场上寻找一块红玉，可挑来挑去没有对眼的。我这里有一块，虽然不是上等的好料子，可是货真价实从宫里流出来的玩意儿，还有高僧开过光，还望荣大少爷笑纳。这确实是个好东西，朱掌柜有心了。哎，那荣大少爷您先坐着，我先告辞。不送。哎，没想到，竟然在桥本家。就是那位桥本诗织小姐的父亲。那确实是太巧了。不过我倒是觉得，还是有好处的。你可以从诗织小姐那边旁敲侧击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还可以打动桥本先生，让他主动让出金麒麟。若要求人，必然要许以好处。桥本诗织这个女人可不是猪老九，用一张支票就能打发的。求人哪有空着手去的？那全得看他的要求是否过分，你能否做到罢了。我看你们家求这个古董求得这么着急，你倒不妨可以试试。如果对方开价太高的话，再想其他办法就是了。你不好奇我们家为什么急求这个古董吗？你们这些有钱人整天想着怎么花钱，今天想买这个，明天想买那个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认识了这么久，你还是觉得我是个纨绔？我也就是随口一说，打听东家的是非可是大忌。你也知道我不是这种人。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爹需要那个金麒麟，还一笔旧账罢了。对了，这个送你。朱老九孝敬我的，我把它给你了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我可带不起。我说你带得起，你就带得起。要是怕引来贼，就放着压箱底。横竖都已经送出去了，就没有要回来的道理。走了。考完了。是啊，今天的题太难了，尤其是数学。对啊，后面的大题太难了。哎，先生，考得怎么样？先生，我数学卷子没写完，还留了一道大题，完了，这次肯定考不上。没事的，不是还有面试呢吗？也许面试老师会喜欢你呢。已经考完了，就别想了。哦，说的是。况且，如果你前面题都做对了，后面掉了几分也不要紧的。诗织，你也是来考试的？我堂妹昨日听说中西女塾招生，也很感兴趣，想明年来参加考试。但我呢，笑她功课不好，肯定考不上。冯小姐，你是老师最权威，你觉得呢？令妹愿意尝试，这是好事情啊。她年纪还小，即便明年春试考不上，不是还有秋试呢吗？那不知道冯小姐是否有兴趣来我家当老师呢？诗织，你太坏了，哪有当着东家的面就劝别人悔棋跳槽的？你和芳华肯定能考上，那到时候冯小姐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？到我家来正好合适。冯小姐放心，我家也大方，开的薪资不会比荣家少。